我终于懂得，信任本身就是显化。这个理解不是在我得到想要的结果时出现，而是在什么都还没发生，什么都还不确定的时候，慢慢落进我心里。以前的我一直以为显化是一种技巧，要想得够清楚，要感觉得够强烈，要确定自己没有一丝怀疑。我很努力想象未来，努力维持正向，努力说服自己一定会成功。但越努力，我越焦虑，因为我发现我的每一个想要底下都藏着一句话：如果没有发生怎么办？那不是信任，那是控制。我嘴上说相信，身体却一直在防备。我一边想要结果，一边又不停检查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。那样的状态其实很累。我不是在迎接未来，我是在盯着它，生怕它走错一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不想要了，而是不想再用怀疑的方式想要。那一天，我没有再加强意念，也没有再提醒自己要正向，我只是很安静地停下来。我突然问了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我真的信任，我现在会怎么活？那个问题没有给我华丽的画面，却给了我一个很真实的答案。我会比较放松，我会不用一直检查，我会允许事情慢慢走到我面前。我才发现，我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，我只是一直在努力，不要不信，而那中间差了很大一段距离。信任不是用力的，它不是一直想着未来，而是愿意待在现在。不是不想要结果，而是不需要紧抓。当我开始这样理解信任，显化的感觉完全变了。我不再用意念推动人生，我开始用状态生活。我照顾好此刻，不再急着证明什么。我做该做的事，但不再用恐惧催促。我允许不知道，也允许还没发生。那样的日子，外表看起来没有太多改变，内在却非常安静。而就在那样的安静里，事情开始靠近，不是被我拉来的，而是自己走来的。我才懂得，显化不是把未来抓过来，而是让自己成为一个不用抗拒现在的人。当你真的信任，你不会一直发出匮乏的讯号，你不会一直告诉世界你很怕失去，你很需要证明，你很着急。你会很自然地站在当下，而那个状态本身就具有吸引力，因为它完整，它稳定，它没有拉扯。我开始明白，信任不是相信事情一定会成功，信任是就算还没成功，我也不会离开自己。就算结果还没来，我也不需要用焦虑填满每一天。那样的信任不是对结果的保证，而是对生命的态度。而生命会回应这种态度，它不需要被逼，不需要被操控，它只需要一个稳定的入口。当我终于懂得这件事，我才明白，信任本身真的就是显化。不是因为信任会变魔法，而是因为信任让我不再干扰。我不再用怀疑把可能性推远，我不再用恐惧把节奏打乱。我站在这里，世界就知道可以靠近。现在的我依然会期待，依然会希望，但那份希望不再带着紧张。我不需要时时确认事情有没有在路上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站在信任里，我本身就已经走在显化之中。当我选择相信自己，宇宙也不再犹豫。这句话不是在一切顺利的时候成立，而是在我什么都还没握在手里，
却决定不再怀疑自己的那一刻，慢慢发生。以前的我其实很少真正相信自己，我会说服自己前进，却同时准备后退。我会做出选择，却在心里留一条逃生路。不是因为我不想要，而是因为我害怕，如果我真的全然相信，却失败了，那我就无处可退。所以我一直保持一种半信半疑的状态。我对世界说，我准备好了，却在内在低声补一句，如果不行也没关系。那样的我看起来很理性，其实一直在分裂。我一边走向未来，一边拉住自己。我一边期待回应，一边不断测试宇宙到底会不会辜负我。那样的状态里，事情总是卡在中间，机会像是在靠近，却又停下来。答案好像快出现，却始终不完整。我曾以为那是宇宙在考验我，后来我才明白，那只是宇宙在等我站稳。因为我自己都还没真的选择我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累于等待，而是累于那种永远留一手的活法。那一天，我没有再问会不会成功，我没有再盘算如果失败该怎么收拾，我只是很安静地对自己说了一句话：我选择相信你，不是因为你完美，也不是因为你从不犯错，而是因为你已经走到这里了。那句话没有带来狂喜，却带来一种很深的稳。我第一次没有在内心保留反对票，我没有在一边行动一边质疑动机，我没有在一边期待一边准备否定。我站在自己的选择里，没有后退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很微妙的变化发生了，不是奇迹，而是一种流动。事情开始接得上，人开始对得齐，原本模糊的方向慢慢有了轮廓。我才发现，宇宙一直没有犹豫，真正犹豫的是我。我一边想被支持，一边却不相信自己值得。我一边想要结果，一边却不敢站到最前面。宇宙只是照着我的状态回应。当我半信半疑，它就半开半合；当我左右摇摆，它就暂时停留。而当我真的选择相信自己，不是逞强，不是盲目，而是一种内在一致，宇宙突然变得很干脆。门开始打开，讯号开始清楚，事情不再需要反复确认。我才懂得，相信自己不是自信满满地说我一定可以，而是即使不知道会不会成功，我也不会背叛这个选择。我不再用怀疑削弱正在前进的自己，我不再用恐惧要求宇宙先给保证。我站在这里，清楚地说，我愿意承担。那样的讯号，宇宙听得懂，因为它不需要完美，它只需要一致。现在的我依然会害怕，依然会不确定，依然会在夜深时想很多，但我不再因为那些感受撤回对自己的信任。我知道，只要我没有在内在犹豫，外在就不需要一直试探。当我选择相信自己，我不再发出分裂的讯号，我不再一边前进一边踩刹车，我让能量往同一个方向流，而宇宙就在那一刻停止观望。它不再小心翼翼，不再反复确认，它知道我站得住，所以它开始回应。不是因为我终于准备好了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没有再怀疑自己是否值得。当我选择相信自己，不是我变得无所畏惧，而是我不再把力量交给犹豫，而宇宙也就在那一刻放心地
走向我。选择相信，路自然在脚下延伸。这句话不是在我看见终点的时候才成立，而是在我什么都还没看清，却决定不再后退的那一刻，慢慢显现。以前的我很需要确定方向，确定结果，确定走下去不会白费。只要前方模糊，我就会停下来。不是因为懒，而是因为害怕。害怕一旦相信，却什么都没有，那份失落，我承受不起。所以我总是先看路，再决定要不要走。我站在原地，等待世界给我保证。可是路从来没有因为我等待而出现，它只是静静的在我脚下，等我愿不愿意踏出去。那时候的我很常觉得卡住，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没有动力。因为我一直在问，这样走真的对吗？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走不下去了。不是因为前方太难，而是因为我发现我一直在用怀疑拖住自己。那一天，我没有突然想通，我只是很疲倦地停下来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：如果我再不相信，我就永远站在这里。那一刻，我没有答案，没有把握，也没有地图。我只有一个选择，要不要先走一步？那不是豪赌，而是一种松手。我不再要求路一定要完整，我只要求此刻这一步是诚实的。就在那一步踏出去的瞬间，我感觉到一件很微妙的事，地面没有消失，它没有塌陷，也没有把我吞下去，反而很真实地承接了我。我才明白，相信不是盲目，它是一种我愿意把重量交给此刻的姿态。当我不再逼未来立刻显现，路开始一段一段出现，不是一次铺好，而是刚好够走。我走一步，它就延伸一步；我停下来，它也跟着停。不是因为它消失了，而是因为它在等我。我开始发现，很多时候不是路不出现，而是我不敢相信自己走得上去。我一直以为相信是为了得到，后来才懂，相信是为了前进。不是因为我知道会去哪里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站在怀疑里。当我站在相信里，内在突然变得一致。我不再一边走一边撤退，我不再一边期待一边否定。那样的状态让整个人生变得比较流动，不是因为世界突然配合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把自己卡在原地。我才懂得，路不是用眼睛找的，它是用信任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当你愿意相信，不是保证成功，而是承担未知，路就会知道该怎么出现。现在的我依然会害怕，依然会不确定，但我不再等到完全不怕才愿意前进。我知道，只要我愿意相信，路就不会缺席。它可能蜿蜒，可能安静，可能不像别人的那么明亮，但它会在我脚下稳稳延伸。因为路从来不是先出现才走的，它是因为你走了才成为路。当我选择相信，不是未来突然清楚了，而是我终于不再站在自己的对立面。而就在那个状态里，路自然在我脚下一寸一寸向前延伸。你此刻的相信，正在调整人生轨道。这不是一句用来安慰自己的话，而是一个我在很多次看似什么都没变的日子里，慢慢体会到的真相。以前的我，总以为人生的转变一定要有很大的动作，
换一条路，做一个重大决定，或是等到某个关键事件发生。我以为只有那样，轨道才会被改写，所以我一直在等一个够明确的讯号，等一个足以说服自己的理由，等一个可以保证不后悔的时刻。可是在等待里，我其实什么都没做。我站在原地，一边怀疑，一边希望。那样的状态，人生看起来在走，其实一直绕圈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注意到一件很微小的事，不是外在发生了什么，而是我内在突然不再那么反对自己。我没有立刻成功，也没有突然清楚未来，我只是选择在某一个瞬间相信一下，相信我此刻的感受，相信这个节奏，相信就算看不清楚，也不代表走错。那个相信没有被谁看见，也没有带来掌声，甚至连我自己都没有太当一回事，但它很安静的在内在移动了一点点东西。我才慢慢发现，人生的轨道不是在你大幅转弯时改变的，而是在你内在对自己的态度发生转向的那一刻。当你不再用怀疑看待每一个选择，当你不再用否定回应每一个正在发生的状态，轨道就已经开始偏移。只是那个偏移非常细微，细微到你以为什么都没改变，但方向已经不一样了。我开始感觉到一些事情不再那么卡，不是因为变顺，而是因为我不再一直站在刹车上，我不再一边走一边问自己你确定吗？我不再一边选择一边准备推翻。那样的内在一致，让能量开始往同一个方向流。而人生对方向非常敏感，你往哪里站，它就往哪里走。你用怀疑站着，它就在原地打转；你用相信站着，它就开始往前调整。不是立刻把你带到终点，而是悄悄把轨道修正。我开始理解，相信不是相信结果一定会发生，而是相信此刻的你值得被带往下一站。当你这样相信，你不再对人生发出需要被证明的讯号，你不再说如果失败怎么办，如果错了怎么办，你在无声地说我愿意走。那样的状态，人生会听得懂，它会开始把不合适的路线移开，把真正贴近你的方向慢慢拉近。不是用剧烈的方式，而是用调整遇见的人，调整事情出现的顺序，调整你走路时的感觉。你可能只觉得最近比较不那么痛苦，比较不那么内耗，但那其实就是轨道在变的感觉。现在的我不再急着看见结果，我更在意我站在什么状态里，因为我知道只要状态对了，方向自然会修正。你此刻的相信，也许只是没有在责怪自己，也许只是没有再撤回那一步，也许只是对自己说，
先这样也没关系。但请你不要小看那个瞬间，那不是消极，而是一个转向。你没有看见，不代表它没有发生。人生正在用它的方式回应你此刻的立场。你选择相信，不是因为你看见路，而是因为你愿意站在路会出现的位置上，而那个位置本身就会改变轨道，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准确，不是一下子，而是持续。你此刻的相信真的没有白费，它正在替你的人生把方向往更贴近你的位置，一点一点的调整回来，开始信任当下，未来不再那么远。这个感觉不是因为我终于看见了答案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把此刻当成一个必须快点逃离的地方。以前的我总觉得未来很远，远到需要一直准备，一直担心，一直提醒自己不能松懈。我站在现在，却不断把心丢向还没发生的那一刻。我用计划填满不安，用想象放大距离，好像只要我还没到那里，我就还不够。于是未来被我拉得越来越远，不是因为时间，而是因为我一直不肯站在现在。我质疑此刻的意义，怀疑现在是不是浪费，担心如果不快一点，就会错过整个人生。那样的活法，未来怎么可能不遥远？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走在路上，我只是在心里不停测量距离，直到有一天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对未来失望，而是对这种永远不在当下的状态感到疲惫。那一天，我没有立刻调整目标，也没有告诉自己要更积极，我只是做了一个很安静的选择。我试着信任此刻，不是说现在很好，也不是说一切都对，只是承认这就是我正在站的地方。那个承认没有让人生突然变顺，却让内在第一次没有逃跑。我没有再问为什么还没到，我没有再质疑这样是不是太慢，我只是留在这里。很奇妙的是，就在我这样留下来的时候，未来的距离开始改变，不是时间缩短，而是我不再站在起跑线外。我发现，当我真的走在当下，未来其实一直在前面，不是遥远的等着，而是顺着节奏，一步一步靠近。我才明白，未来之所以显得那么远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它真的遥不可及，而是因为我一直不信任现在。我不信任此刻的自己真的在走，我不信任这个状态真的有意义。于是我把希望全部压在还没发生的地方。而当我开始信任当下，不是放弃未来，而是不再把未来当成唯一的出口。我开始感觉到每一个现在其实都在移动，哪怕很慢，哪怕不明显。我不再需要一直催促时间，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站错位置。未来不再像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，它变成一条正在延伸的路。我走一步，它就近一点；我停下来，它也不会消失，因为我已经在路上了。现在的我依然不知道所有答案，依然会想象未来，依然会期待改变，但那些期待不再带着焦躁，因为我不再把现在当成阻碍。我开始理解，信任当下不是放弃梦想，而是承认梦想正在被走向。只要我没有逃离现在，未来就不会离我太远。它一直在，
再下一步，再下一个转弯，在我愿意继续走的地方。当我开始信任当下，我不再需要用未来拯救现在。我在此刻站好，未来自然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。我开始信任节奏，事情自然展开。这不是一句告诉自己要放松的话，而是我在一次次想加快，却反而更卡住之后，才慢慢懂得的体验。以前的我很不信任节奏，只要事情慢一点，我就开始焦虑；只要进度没有明显推进，我就怀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。我不太能忍受等待，也不太能接受事情正在酝酿却还没成型的状态。于是我总是想插手，多做一点，多想一步，多推一下，好像只要我够用力，世界就会快点回应。但结果往往相反，越急越乱，越想掌控，事情越不配合。我一度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，后来才发现，我真正不信任的不是世界，而是过程。我不信任事情会在没有我催促的情况下慢慢长好。我不信任此刻的停顿其实也是节奏的一部分。于是我活得很用力，却一直在打断正在发生的事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。不是事情太难，而是我发现我一直在和时间对抗。那一天，我没有再想办法加速，我没有再追问为什么还没好，我只是做了一个很不熟悉的选择。我放慢，不是消极，而是暂时不干预。我对自己说，也许现在事情正在用它的方式前进。那个相信一开始很不安，因为我太习惯用焦虑证明我还在努力。可就在我真的放手之后，我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变化。事情没有停下来，它只是没有照我预期的速度走。有些对话，在我不再逼迫时，反而更顺利发生。有些答案，在我不再追问时，自己浮现。我才慢慢明白，节奏不是慢，而是刚好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推进，什么时候该沉淀。而我以前之所以觉得卡，不是因为事情停滞，而是因为我一直在错误的时刻用力。当我开始信任节奏，我不再急着证明，我做该做的事，却不再用恐惧催促结果。我允许事情先在看不见的地方进行。很奇妙的是，就在那样的状态里，事情真的开始展开。不是一次全部摊开，而是一层一层，刚好让我接得住，刚好不把我压垮。我才懂得，节奏其实是一种保护，它不让事情太快，是为了让我准备好；它不让答案太早出现，是为了让我不再依赖。当我愿意相信，不是我在等，而是事情正在走，我整个人都松了下来。我不再和时间比赛，也不再和别人的速度对照。我站在自己的节奏里，事情自然找得到位置。现在的我依然会期待，依然会想快一点，但我不再把快当成唯一的正确。我知道，只要我没有干扰，事情就会展开，用一种不需要我硬推的方式。当我开始信任节奏，我不是变被动了，而是我终于站在同一条流动里，而那条流动一直知道该把我带到哪里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
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